此时首都军区司令员邵飞虎已经抵达了机场。军区政委刘天营快步走了过来，说道：老邵出了点事，外交部收到了来自兰斯尼亚总统府的电文，转给了调查局和首都军区。邵飞虎的眉头一皱，怎么回事？你看着吧。刘天营打开了手机，跳出来了电文界面。苏无忌、岳冰凌、邵永阳3人被扣押，兰斯尼亚政府要和我们谈判，否则就不释放人质。邵飞虎看完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那个古一萨的脑子坏掉了吗？扣押谁不好，扣这3个人。看这样子，他可一点不担心儿子的安危。外交部询问我们要不要和调查局联合制定解救人质的方案。刘天营问道：毕竟这3个年轻人的身份都很敏感。没必要。邵飞虎笑了笑说道：有小无忌在，古伊萨这种非洲落后军阀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刘天营说道：这有古伊萨确实嚣张的有点过分了，不知天高地厚。不过就算是有无忌在，不会出大乱子。可咱们该有的态度还是得做出一些来的。邵飞虎说道：那就告诉他们，首都军区现在派出代表去谈判，在我们抵达之前，如果人质出现受伤或者被虐待的情况，华夏会让整个兰斯尼亚政府付出代价的。他的语气很平缓，但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告诉外交部的翻译，你电文的时候措辞尽量严厉一些。看到邵飞虎这态度，刘天营那本来紧绷的心情也为之稍稍一松，笑道：老邵，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心永阳的安全？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巴不得古伊萨那个愚蠢的东西把邵永阳多关上几天。邵飞虎看似不爽的一哼，说道：这小子每次回首都不知道来家里吃个饭，这样的不孝子孙，不如一直在非洲待着好了，饿瘦了也就知道家里的饭菜香了。刘天营笑道：除了放狠话之外，咱们也多少得给点实际支持，给古伊萨这个军阀泼一泼凉水。邵飞虎说道：那就联系海军，他们本来就在附近。与此同时，岳国泰的办公室，老岳正带着刚配的老花镜查看着中央调查局最近一系列的审查报告。他的右手握着钢笔，时不时地在报告上做出批示，字体刚劲有力，铁钩莹滑，一如这些年调查局的强硬行事风格。而这时候，宋鹤鸣快步走了进来。老领导出了点事。他把兰斯尼亚的电文往岳国泰的面前轻轻一放，说道：冰凌被兰斯尼亚的政府军扣押成人质了。岳国泰的钢笔一停，随后拿起电文看了看，又摇了摇头：这丫头没受伤吧？切，目前没受伤，外交部那边在等着我们和首都军区联合制定营救方案。宋鹤鸣说道：老领导，您看。没必要。岳国泰摘下了老花镜，说道：冰凌这丫头不是正和小苏在一起吗？宋鹤鸣说道：是的，综合来看，他们在非洲的配合很默契，特别工作组的一系列行动都很成功，不知道怎么突然被俘虏了，也有可能是示敌已弱。岳国泰说道：冰凌每次跟小苏一起工作都能成长不少，我能明显感觉到她身上的变化。宋鹤鸣问道：老领导，您的意思是？岳国泰说道：被扣押了也没多少事，谅那个古伊萨也不敢动他们，正好让这2个年轻人借此机会培养一下感情。这是亲爹吗？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宋之瑜那张明媚的笑脸，然后忽然很想快点把岳冰凌解救出来。
别等救人的动作慢了，俩人孩子都生出来了。现在的宋鹤鸣是又想撮合苏无忌和岳冰凌，又怕他俩真在一起了，简直是人生中最矛盾的时刻。而苏瑞那边在接到了邵飞虎的电话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古一萨随便扣押，给我狠狠的扣押，你们把冰凌和永阳救了就行，不要救那小子。邵飞虎笑道，那是亲儿子啊，你连老苏家未来的影子家主都不要了。苏瑞没好气地说道，哪个儿子这么不孝顺老子的？等他什么时候学会孝顺了，什么时候再回来好了。告诉古一萨，他要是敢随便放人，我亲自去非洲拧掉他的脑袋。古一萨是真的失算了。在他看来，以华夏一贯的风格，在营救人质的时候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他和兰斯尼亚政府一定能够从这次谈判中狠狠宰上华夏一笔。当然，现在的他还不知道，华夏方面压根没打算出一分钱。此时，在步兵旅的阵型中央，一张简易桌子已经支了起来。古伊萨坐在桌子的后面说道，你们三人觉得我这次问华夏要多少赎金合适？政府军并没有给苏无忌三人准备椅子，他们还在被几排卫兵用枪指着脑袋呢。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好不容易逮到这么一个敲诈的机会，你肯定得往高的要啊。古伊萨听出了这话的嘲讽之意，但一点不生气。他说道，你说的很有道理，那就每人开价10亿美金好了。邵永阳啧啧说道，少了点，华夏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不错，你们非洲军阀的眼界也太低了吧，没见过钱。岳冰凌始终没说话，眼神是一以贯之的清冷。苏无忌说道，古伊萨，你得替兰斯尼亚政府要一份，再往你的个人腰包里装一份。以我们三人的重要性来说，开价100亿美金不过分啊。古伊萨对这个数字好像很满意。100亿美金，好，你做得很好。他随后扭头对手下说道，来给他一瓶水喝，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好朋友。苏无忌接过了水，拧开放到了岳冰凌的面前。玲玲，你喝。邵永阳说道，无忌，我也有点渴。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别装渴了你就忍着。然而岳冰凌却举起瓶子，并未沾嘴唇，喝了1/3，说道，可以3人匀一匀。邵永阳竖了个大拇指，冰凌，我是说着玩的，但你是真仗义。古伊萨看到这3个青年旁若无人聊天的样子，心中忽然有点不爽，对亲卫大声说道，把这3人拉得远一点，不要让他们有机会闲聊。而几个卫兵正要拉人的时候，旁边的那名副总司令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后面色骤变。他跑过来大喊道，元帅，不好了不好了。古伊萨正准备对华夏方面重新报价呢，被这大嗓门震得一个机灵，眉头一皱，重重的一拍桌子道，什么不好啊，干底茶，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遇到事情不要激动，你这样子，我以后怎么让你成为政府军的总司令？干比查的黑脑门上全是冷汗。元帅，总统府遭到了轰炸，据说是标准烈日佣兵团干的。什么？轰炸总统府啊？古伊萨站起来，直接把桌子掀了，吼道，他们简直在找死。这一次他来到这边，把总统府的卫队全部带出来了。现在那里就是一幢空空的建筑，可就算是标准烈日此行，没有炸死几个人，可总统府都被轰塌了，这是对古伊萨的狠狠打脸。
如果这个仇不报的话，他以后在非洲也不要混了。华夏表面上要谈判，可背地里却直接炸我的总统府，他们这就是在拖延时间。古伊萨怒吼不已，他本来就是个容易暴怒的性格，此刻更是上头了，盯着苏无忌三人，面目狰狞地说道：既然华夏背信弃义，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啊。说着，他抬手指了指苏无忌，又一推那个甘比察，把那小子给我枪毙了，让华夏见识一下我们的态度。然而平时对他唯命是从的副总司令，此刻却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迟疑。元帅，华夏外交部刚刚还发来电文，措辞非常严厉，华夏方面强调，如果我们敢让这3个人质受伤，他们会让我们付出惨痛代价。甘比察小声说道。听了这话，古伊萨冷眼看着甘比察，你怕了？被这么看了一眼，甘比察竟是打了个哆嗦，立刻说道：不，我没有，元帅，我永远跟随您。既然不怕，那你就去按照我说的做。古伊萨拔出腰间的手枪，往甘比察的手里重重一拍，凑近了他的耳朵，嗓门却陡然加大：去把那小子给我毙了，你要是不打爆他的脑袋，我就打爆你的脑袋。甘比察接过了枪，冷汗涔涔。他知道，如果自己真的杀了人，那么华夏事后追究起来的话，自己就是被那只推出去的替罪羊。而这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我来替他，你们可以先杀了我。正是岳冰凌。这姑娘的俏脸之上毫无表情，哪怕在这非洲的炽烈日头之下，也仿佛覆盖了一层万年不化的冰霜。苏无忌知道，岳冰凌这行事不计代价的风格又开始冒头了，但是对方愿意这么站出来保护自己，他的心里确实很感动，感动到很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一亲他。邵永阳喊道：冰凌，你没必要替无忌去死，这小子根本死不了。然而岳冰凌却冷冷盯着古伊萨：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你敢吗？古伊萨哈哈一笑：你在故意激怒我？我怎么不敢？我甚至敢当着他的面。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天空之中就传来了隐约的轰鸣声。古伊萨的眉头一皱：怎么回事啊？哪里的飞机？另一名陆军副总司令跑了过来，满脸仓皇地喊道：不好了，元帅，米国的印度洋舰队已经逼近了巴托梅乌港，他们应该是要从普勒尼亚登陆，直奔兰斯尼亚。古伊萨怒道：米国来掺和什么？甘比察又接了个电话，随后喊道：元帅，我接到情报，华夏的航母编队距离巴托梅乌港口也不远了。古伊萨的身形一晃，差点站不住。而这时候，头顶上的轰鸣声已经越来越大，4架通体黝黑的支奴干直升机从云层中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支奴干直升机，在绝大部分人的眼睛里，这是米国军队的空中标志。那双螺旋桨和庞大的机身一出现天空之中，立刻给下方的人们带来了强大的压力。此时4架支奴干的周围还有18架阿帕奇护航，这种阵容可谓是相当夸张了，压迫感极强。古伊萨盯着那当头降落的直升机，呼吸明显急促了许多，说道：米军，他们来凑什么热闹？支奴干的高度已经降得很低了，近到下方的人已经可以清楚看到机身上所喷涂着的星条旗。下方这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步兵旅的运兵卡车，
根本没有多少降落空间。可是支奴干还是这么毫不讲理地朝着下方降落，这气势强得要命，意思也很明显。你们来给我腾地方。古伊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吼道：我是要和华夏谈判，米国人来干什么？谁能告诉我这只奴干上面到底坐着谁？一架支奴干已经了不得了，这一下直接来了4架。华夏对非洲一贯是和和气气，帮助居多，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一直是和谐共处，宽以待人。尤其是对古伊萨政变之前的那个兰斯尼亚政府，更是全方位的帮扶，以至于古伊萨产生了某种错觉，觉得华夏非常好说话，于是便出现了今天的蹬鼻子上脸的行为。但是古伊萨知道，米军里的那些高层一直蛮不讲理，是真的敢干死他的。旁边的副总司令甘比查已经是脸都白了，再耽误一会儿，这支奴干都特么的要把下面的人给压死了。政府军的那些士兵们都想抓紧给米军的空中编队让出降落的地方，可是总统古伊萨迟迟不下令，这让他们进退两难。然而他们这么一犹豫，阿帕奇直升机已经开始调转方向，机身倾斜，击在链炮的炮口，开始对着地面的运兵卡车了。这种气势让人毫不怀疑，他们下一秒就要开火了。散开快，散开！副总司令甘比查连忙吼道：给他们腾出降落的地方。古伊萨看了一眼仓皇的甘比查，眼里透着阴狠，低吼着道：我给你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吗？甘比查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元帅，让这些飞机落地，他们就没法开火了，总比让他们悬在咱们头顶上要好啊。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之前阿巴克带过来的第2步兵旅所在的阵地都快被标准烈日的一架阿帕奇变成屠宰场了，您这元帅怎么还不长记性？运兵卡车纷纷让开通路，支奴干当头降落，掀起来的尘沙让人睁不开眼睛，就连呼吸都觉得无比呛人。那些看守人质的士兵们都被吸引了心神，苏无忌趁此机会又站到了岳冰凌的身边，拉住了他的手腕。邵永阳看了看也跟过来了，忍不住地丢下一句：无忌不带这样的，重色轻友啊，你怎么不拉我的手？苏无忌呵呵一笑：你要是长得像玲玲那么漂亮，我也这么对你。岳冰凌抿了抿嘴，没多说什么。但是那风沙中的面部线条已经变得无比柔和了。此时第1架支奴干直升机落地之后，舱门迅速打开，冲出了一群身穿黑色作战服的男人。他们个个全副武装，看起来颇为凶狠，但是肩膀上却并没有军衔。只是从他们衣服左胸口的标志上还是能看出来，这些人就是来自于有着米国第1跨国公司之称的黑水。黑水公司的洲际战斗组一出现，便立刻快速围到了苏无忌3人的旁边。他们的枪口对外，将3名华夏青年牢牢护在后面。邵永阳见状笑道：这些米国人什么时候这么友好了？黑水不是经常跟我们明争暗斗吗？苏无忌呵呵一笑，说道：你们还是沾了我的光。古伊萨此时的面色难看到了极点。从第1架飞机里冲出来的黑水公司在非洲臭名昭著，一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他们和 CIA 的那些特工们一起，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搞出了多少暗杀高官和颠覆政权的事情。
要是被这群人盯上，自己在总统府卧室里睡觉都睡不安生。不对，现在的总统府已经被标准烈日给炸了，已经找不出一间完整的卧室了。这时候，第二架支奴干的舱门也打开了，一群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走了出来，他们的胸口全部挂着工作牌，腰间鼓鼓囊囊，显然都别着枪。古伊萨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这些人的打扮一看就是中情局的高级探员。为首的那人古伊萨并不认识，但从他的气场来看，此人被一群高级探员簇拥在中间，在中情局里也绝对是个实权高官。这就是张伯伦。苏无忌看了他一眼，觉得有点面熟。张伯伦对他点点头，并未过多寒暄，反而侧身站到了一旁，似乎开始等待后面2架飞机上的人。第3架飞机的舱门打开，又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快步走出来。一看这些人的特殊迷彩服，古伊萨的眼睛都直了。米国海军陆战队，这支队伍参与过非洲无数次不正义的战争，其凶名可比之前的黑水公司行动组大多了。这群陆战队战士们一亮相，立刻把古伊萨等一众兰斯尼亚政府军高层围在中央，枪口全部指着他们的脑袋。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甘比查艰难地说道。然而没人出声理他。陆战队对他这个问题的回应就是半压下去的步枪扳机，随时可以击发。古伊萨亲卫队的那些卫兵们和米国海军陆战队一比，就像是家禽见到了秃鹫，气势直接矮了一大截。古伊萨的脸色真的像是吃了屎一样。现在他的脑袋一片空白，都想不出究竟有什么人会从第4架支奴干里出来了。此时所有政府军士兵的目光都落在了第4架支奴干上。这舱门终于打开了，同样是全副武装的战士们走出来了。这些战士们即便只是端枪行进，就已经让人闻到了他们身上浓重的硝烟味儿。这种味道是无形的，但却是只能从战场中培养出来，是在场这些兰斯尼亚政府军的士兵这辈子都渴望而不可求的。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些战士们袖子上的标志之时，立刻开始控制不住地倒吸冷气。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在世界军迷的眼中，这一支部队的名声甚至要比米国的海军陆战队还要强出不少。甘比查面色苍白，失声喊道：这是三角洲部队，是米国特种部队里的王牌。古伊萨抡起大臂，重重地抽了他一耳光。你喊什么喊？我不认得他们是三角洲，我不知道他们是王牌。然而当古伊萨等人看清楚在三角洲部队之后出来的男人之时，表情都彻底僵硬了。这个男人看起来50多岁，身材高大，穿着米国陆军军装，头戴军帽，而他的军衔竟然是米国陆军上将。甘比查的目光从对方的肩膀移到了脸上，再度失声喊了出来：多诺万，他是多诺万。甘比查是兰斯尼亚的政府军副总司令，而多诺万是米国陆军副总司令。严格算起来，两人起码也是同级了。但是这甘比查此刻2条腿都在发颤，仿佛看到了能一口吃了自己的天敌。这一次古伊萨没有再抽他耳光。这个多诺万当年就是在非洲战场打出来的名声，虽然已是时隔多年，但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军将领
在提到这个米国屠夫的时候，仍旧是浑身哆嗦。在这位米国陆军上将的旁边，跟着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年轻女人。女人的身材高挑，五官极为立体，西装的某一粒扣子几乎都要被撑开，身材透着一股极为健康的性感。她一走下飞机，眼光立刻开始寻找某人。当她看到苏无忌的时候，立刻眨了一下眼，随后故意落后多诺万2个身位，抬起手放在红唇之上，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苏无忌咳嗽了一声。岳冰凌说道：这就是那个说很想念你的手的女人吧？苏无忌开始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多诺万和三角洲部队一起走过来，被海军陆战队用枪指着的古伊萨还勉强挤出笑容，想要上前打招呼。然而这时候，一副让他无比震惊的场景出现了。三角洲部队里，一名戴着墨镜的上校带着整个队伍来到了苏无忌的跟前，齐齐立正。这名上校喊道：三角洲部队向苏大队长敬礼。于是三角洲部队的战士们齐齐把右手抬到了眉间。这个上校就是阿德巴约。苏无忌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用多年以前的惯例逼着阿德巴约对他敬了个礼。可是在经过德弗兰西岛的并肩作战之后，阿德巴约对这个比自己小很多岁的华夏特种大队长心服口服，这一次的敬礼也是真心实意。没有这个华夏青年打遍天下的三角洲部队，就要在德弗兰西岛上全军覆没了，那将是米国陆军无法承受的巨大耻辱。敬完礼之后，阿德巴约走到苏无忌的面前，给他来了个熊抱。我的好兄弟，能再次见到你，真的太开心了。在抱完了之后，阿德巴约在苏无忌的胸口捶了2下，显得无比亲近。这个华夏年轻人，他到底是谁？这是古伊萨和甘比查以及兰斯尼亚政府军里所有人的想法。米国人和华夏人不是一直都不对付吗？双方明争暗斗，每次见面都要碰撞出火星来。可是这个年轻人凭什么让那么多米国人对他释放善意和敬意？此时走过来的多诺万没有往古伊萨等兰斯尼亚高官的身上看一眼，他的目光始终落在苏无忌的身上。盯着这个华夏青年看了10几秒，多诺万才开口说道：我的朋友，我代表米国陆军向你问好。随后这位米国陆军上将缓缓抬起手来，郑重地敬了个米氏军礼。随着他的这个动作，烟尘弥漫的兰斯尼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寂静之中。面对着多诺万的敬礼，苏无忌抬起手来还了一个军礼。多诺万将军你好。他随后说道：久仰大名了。伸手不打笑脸人，小苏也开始变得有礼貌了起来。多诺万说道：苏先生，无论是你在德弗兰西岛上解救三角洲部队，还是这次在兰斯尼亚解救了6名米国人质，都值得我当面道一声谢。苏无忌说道：6名人质啊。他记得在那赤色巴尔的根据地里，自己的确是找到了2名米国军官，还有1名 CIA 的高级特工，怎么现在又多出了3个？海伦娜说道：还有3人也是米国军人，只是他们备受折磨，精神出现了问题，当时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已经有了明显好转了。这3个人所居住的精神病院，正是海伦娜那位在特勤局当特工的哥哥曾经住过的那一家。苏无忌说道：原来如此。海伦娜说道：苏大队长，这3员里有1名陆军上校，
是前任陆军副总司令米萨尔德将军的儿子。米萨尔德将军还想要专程去华夏，感谢你。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亮晶晶的，释放着夺目的光，似乎自家的小男人表现得这么优秀，他也是欲有容焉。在几人交谈的时候，古伊萨根本不敢插嘴，他和兰斯尼亚政府的一众高官，此时还被米国海军陆战队的突击步枪指着脑袋呢。苏无忌一身正气地说道：“不必客气，我这都是误打误撞罢了。”多诺万却很认真地说道：“不，这不是运气，而是勇气。你在德弗兰西岛和非洲的所作所为，都当得起米国军队最高的敬意。”敬意算什么？敬意又不值钱。苏无忌本想开口要点实际的，但想了想，觉得自己不能太丢华夏的人，于是忍痛作罢。而这时候，岳冰凌却直接开口说道：“米国方面可以给无忌一点实际的感谢。”实际的感谢？哈！海伦娜看了一眼苏无忌身边这漂亮的不像话的姑娘，笑容一下子浓郁了起来。这位小姐，你的意思是？无忌喜欢美金。岳冰凌说道。她作为新任老板娘，隐约觉得皇后酒吧可能有些缺钱。毕竟如果不缺钱的话，无忌为什么总是盯着小庞，非要扣他那点工资呢？多诺万立刻说道：“当然，这一点我已经跟国防部详细谈过了。关于所有的感谢金和奖金，会按照条例规定的10倍数字来交给苏先生。至于多出来的这些钱，就从陆军的军费里面出。”到底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多诺万并没有觉得苏无忌的要求有多么过分，甚至他还主动把数字扩大到了10倍。听了这话，岳冰凌轻轻松了口气。他这口气是替经营不善的皇后酒吧松的。这位未过门的老板娘已经本能地开始替酒吧着想，真的很称职了。苏无忌微笑着说道：“谢谢，米国人真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他还捏了捏岳冰凌的手。岳格格面无表情，但也没挣开。海伦娜看着此景，脸上的笑容没有半点变化。而这时候，多诺万转身看向了兰斯尼亚政府的一众高官，淡淡开口：“你就是这里的总统古伊萨。”古伊萨的脸色明显有些难看，他沉声说道：“多诺万将军，你好，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你。”多诺万冷冷一笑，说道：“听说你对华夏特种兵解救人质的行动意见很大。”古伊萨的脸色更黑了，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我的意见不是来自于解救人质，而是对他们擅自在我兰斯尼亚境内作战的意见很大。但现在你军不打招呼，直接空降在我的国境内，这样也是很不合适的。我想……”他倒是很有骨气。然而多诺万却直接抬起手来，往古伊萨的脸上正反抽了2耳光，啪啪，无比响亮。其他的政府高官们全都呆住了。平日里古伊萨无比强势，动辄就打下10耳光，什么时候见过他这么吃瘪的？被打了2巴掌，古伊萨怒目而视，牙关发颤，虽然攥紧了拳头，却根本没敢还手。多诺万慢条斯理地甩了甩手，淡淡说道：“古伊萨总统，你还有意见吗？”他看了看古伊萨那充满了愤怒的眼光，又笑了笑道：“哦。”说着，他再度抬手，狠狠抽了对方4下耳光。啪啪啪啪，古伊萨的嘴角都被抽出血来了，脸色黑红黑红，无比难看。
多诺万冷笑着说道。我甚至还听说你扣押了华夏3名人质，要向华夏要大笔的赎金，一旁的甘比察没敢吭声，可另外一名兰斯尼亚副总统却说道：多诺万将军，你闯到兰斯尼亚的国境里，殴打我们的总统，是有违联合国的条令，我们有权保持。多诺万转头看向了他，呵呵一笑。在非洲，你跟我谈联合国，来，让他知道知道，在这一片土地上，究竟是哪个国家说了算。三角洲部队的阿德巴约上校走上前来，狠狠一拳直接砸在了这名副总统的脸上，他的鼻梁瞬间被砸碎，鲜血从鼻孔里冲出来。而阿德巴约的动作不停，紧接着便是一记凶狠的勾拳。咔嚓，所有人都听到了这名副总统下巴碎裂的声音。这家伙直接被阿德巴约的一拳打得身形僵直，随后朝着后面直挺挺地倒下，现场顿时静若寒蝉。虽然兰斯尼亚来了2个步兵旅，人数远远多于米国方面，但是此刻没有一名军官胆敢下令对米军开火的。多诺万继续说道：苏季先生是我们最需要感谢的人，而你们居然还在为难他，古伊萨总统，这让我很遗憾，也很不舒服。顿了顿，他继续说道：而我表达不舒服的方式一直都是很直接的。说着，他一伸手道：阿德巴约上校，把你的手枪给我。听了这句话，古伊萨的身形忍不住的一颤，而阿德巴约对他狞笑了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交给了多诺万。多诺万掂量了一下这把枪，随后忽然抬手，砰！一枪过后，鲜血已经从古伊萨的膝盖中飙出来，后者控制不住地摔倒在了地上，发出了惨叫。多诺万摇了摇头，嘲讽地说道：一只小小的猎狗而已，还真以为自己是非洲大陆的狮子王。这话倒是没什么毛病。当年多诺万带着米军纵横非洲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总统在他面前连坐下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而那时的古伊萨还是个排不上号的小透明。紧接着扳机继续扣下，砰砰砰砰，多诺万竟是直接清空了弹匣，所有的子弹尽数打在了古伊萨的双腿之上，从小腿到大腿皆是血流如注，显然这2条腿全部废了。打完了之后，多诺万把手枪随手扔给了阿德巴约，蹲下了身子说道：古伊萨总统还想去联合国告我了。古伊萨倒还是挺有骨气，眉头狠狠皱着，死死咬着牙，半句服软的话都不说。多诺万拍了拍他的脸：听说这些年你在兰斯尼亚捞了很多钱，放心，在弄死你之前，我会让你把这些钱全部吐出来的。该死的，你要干什么？一听说要整死自己，古伊萨的黑脸终于白了一分，歇斯底里地吼道：你如果要杀了我，联合国一定不会同意的。你这次把五常都快要得罪光了，还说联合国不会同意，你知不知道在联合国里谁说了算啊？目光短浅的蠢货。多诺万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古伊萨，嘲讽地说道：在非洲这片土地上换一个总统，好像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像你当初发动政变上位一样，我说的对吗？古伊萨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这一次既然米国来了，那么不如就给兰斯尼亚换一个听话的总统。多诺万说着，
看向了一直站在一旁瑟瑟发抖的甘比查。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当这句话一出来之后，这位陆军副总司令来到这里的另外一重目的显然也暴露出来了。一方面是要感谢苏无忌，另一方面就是要让米国重新加强在非洲的话语权。对于这句话，甘比查不敢有任何的否定，他立刻说道：是的，多诺万将军说的没错。多诺万说道：那不如你来当总统好了，我看你就很听话。甘比查身形一颤，完全不敢接话。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尤其是在非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会让人时刻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这时候，一道声音在后面响起来：布尔大使不同意见。这是苏无忌开口了。岳冰凌的眼睛骤然一亮，多诺万立刻转头一笑，说道：无忌，你的意思是？被这样打断，这位米国老将没有丝毫不快。显然他对于苏无忌的印象极好，甚至都把苏先生改成了无忌。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没有这次事件，也就没有我们的友谊，对吗？多诺万将军。当然。多诺万说道：我非常赞同这一点。那就让两国共同商谈此事吧，推举一个能够让华夏和米国都满意的人来主政南斯尼亚。苏无忌说道。被推举出来的人显然是个傀儡，但这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原始森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亘古不变。多诺万丝毫不觉得被顶撞了，他拍了一下苏无忌的肩膀：如果是别人说出这句话，我根本不会理睬，但是无忌，你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会尊重你的意见。苏无忌说道：所以此事并不着急，你们和华夏商量着来，我相信多诺万将军的诚意和眼界。这几句话绵里藏针，看似友好，却把自己的立场表现得很清楚了。多诺万看着这个青年，越看越喜欢，他不禁说道：无忌，你结婚了吗？我的第3个老婆有一个小女儿，她很漂亮，和你的年纪差不多，我想。岳冰凌冷冷说道：他有未婚妻了。他有未婚妻了。主动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岳冰凌的脸先微微热了一些。他随后开始有点意外于自己的不淡定，这种冲动的回答绝对不是他平日里的风格。邵永阳也来凑热闹了，他跟岳冰凌并肩站在一起，重重点头，态度很明显。是的，没错，无忌确实有未婚妻了。海伦娜脸上的笑容越发浓郁了起来，她望着岳冰凌，那又大又媚的眼睛里透着明显的揶揄和八卦。没想到这多诺万将军却直接把邵永阳的话打断，说道：这件事情我确实听海伦娜提起过，无忌的未婚妻是灵州的穆千羽小姐，对吧？哼，哈。邵永阳本来正在义愤填膺地替岳格格出头，可听了这话，表情瞬间僵硬在了脸上。多诺万这个弯儿拐得太急了，让人猝不及防。他不可能看不出岳冰凌对于苏无忌的维护之意，能做到多诺万这种位置上的，都是1000年的老狐狸。此刻忽然这样讲，绝对是故意的，不然他的眼睛里何至于要透着一抹促狭和试探的笑意。饶是以邵永阳的脑子，此刻都想不出来什么解释的话，立刻紧张地看向岳冰凌，生怕岳格格暴走。苏无忌还没来得及开口，便听到岳冰凌说道：是的，是的。他说是的，没有迟疑，毫不犹豫。这是直接承认了穆千羽的未婚妻身份了吗？
这一刻，邵永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岳冰凌此刻的神情平静，冰颜之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完全看不出来半点不高兴。多诺万继续微笑着说道：但是我还听说无忌一直和穆千羽小姐聚少离多，最近几乎都没怎么见面，所以我的小女儿应该还是有机会的。老东西有备而来呀，背调做得这么充分。岳冰凌抿了抿嘴说道：那请自便。这一刻他的眸光无比平静，似乎真的不介意多一个竞争对手。也许在与山本公子和未来婆婆见面之后的每一天，岳格格都是在为这种时刻做着心理建设。可是下一秒，岳冰凌的身体却是微微一绷，因为苏无忌忽然拉起了他的手。他的手那么暖，还握得那么紧。即便苏无忌什么都没说，他所做的这个动作已经表明了所有的立场了。这一刻，岳冰凌所有的微小的异样的情绪全部都烟消云散。他愿意当着所有人的面紧紧拉住自己的手，自己还奢求什么呢？看着这情景，海伦娜脸上的笑容终于凝固了。随后他的眼底浮现出了极为清晰的羡慕之意。这位黑水公司的大红人不禁觉得自己与苏无忌之间的关系是该找机会更进一步了。他以前并未特别想过与苏无忌之间加深情感方面的关系，可现在在看到这个小男人这么维护那个华夏姑娘之时，他忽然也想在公众场合被苏无忌的手紧紧牵着，而不是只在花园里挖呀挖。见到此景，多诺万笑了起来。既然如此，无忌再多一个女朋友也没关系。据我所知，无忌在北美还没有女朋友吧？我的小女儿真的很合适。邵永阳，老外还真他妈的开放啊！而平日里非常冷静的岳冰凌却已经完全忘记了该如何反击。他被这个大男孩在千军万马之中牵着手，大脑里不仅是一片空白，甚至还有一阵阵的眩晕感。从这个大男孩掌心中所传递而来的温度，简直烫得他心跳失序。而这时候，苏无忌的声音却响了起来：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感情这种事情是需要缘分的，我也并不需要在每一个大洲都有一个女朋友。这已经无异于直接拒绝了。多诺万眼底的笑意更深了，但这次里面掺杂了更多审视和玩味着小子，比他想象中更有意思，也更棘手。此次万里迢迢赶赴非洲大陆，只为见到这个华夏青年，看来他比自己想象中还要优秀不少。但如果要接替自己的另一个位置，他需要表现得更优秀，才能说服那些挑剔的老家伙们。从非洲回去之后，多诺万还要前往东亚，去南韩的米军基地考察一下，顺便见一见另外一个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青年。在过去的几年里，那个青年一直被那些老家伙盛赞。既然如此，无忌，我们还是一起返回兰斯尼亚的首都，推举出一个合适的新总统，给这次非洲之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怎么样？多诺万说着，竟是拉起了苏无忌的另外一只手。被这老男人的毛茸茸大手一拉，苏无忌不禁感觉到浑身别扭。而他们的对话的期间，兰斯尼亚政府军一个个噤若寒蝉，哪怕他们的总统已经被多诺万直接开枪打废，也没有任何一名士兵敢做出任何的反击。古伊萨面带愤恨神情地看着这一切，但是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在自己的面前谈笑风生。
毫无疑问，以米国人擅长的操作，接下来他的资产会被全部清空，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苏无忌说道。多诺万将军，您这次过来。他的话还没说完，忽然感觉到脚底的地面震了震，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异样，全都看向地面。紧接着轰隆隆，沉闷的巨响随之传入耳中。这声响越来越强，并非来自天际，而是仿佛从地心深处炸裂开来，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颤鸣。这一片旷野，连同远处的几座矿山，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摇晃。地震！邵永阳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而很多实力比较差的政府军士兵都完全站不住，直接被震翻在了地上。不是矿山。万辉尘急促的声音在通讯器里响起，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疑似深度引爆，它现开始了。烈焰大队全部人员立刻撤离矿山区域，重复，立刻撤离。随着万辉尘的话音落下，远处的那几座矿山如同被抽掉了脊梁的巨兽，开始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巨大的山体在视野中缓缓地扭曲、变形、断裂，然后轰然向下塌陷。烟尘如同海啸般冲天而起，迅速弥漫开来，遮蔽了半边天空。即使隔着老远，浓重的硫磺和岩石粉尘的味道也凶猛地钻入了鼻腔。在震动袭来的瞬间，苏无忌的反应快到了极致。他非但没有松开岳冰凌的手，反而猛地用力将他整个人往自己怀里一带，另一只手臂瞬间环过他的腰背，将对方牢牢护在身前，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他最坚实的屏障。其实在岳冰凌看来，苏无忌的反应程度明显紧张过度了一些，这是地下震动，并非爆炸的冲击波，用不着这样挡。可恰恰他本能地做出了把自己护在怀里的动作，这让岳格格的一颗冰心已经如水般化开。别怕，我在。苏无忌的声音在岳冰凌耳边响起，盖过了周围的惊呼和地鸣。我没怕。岳冰凌只觉得无比的安心。他虽然被抱着，但已经反手拔出了冲锋枪，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该死的！多诺万将军脸上的从容和促狭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职业军人面对突发危机的锐利和凝重。他已经本能地从这矿山的爆炸中感觉到了不同寻常。身为米国陆军副总司令，多诺万也已经得知了苏无忌从这钻石矿山里解救了10几名失踪军官的事情。可是这些人才被救出来没多久，矿山就出现了大规模塌陷。要是说这其中没有人为的因素，鬼才相信。海军陆战队立刻围在了多诺万的身边，枪口警惕地指向四周。而三角洲部队更是已经全员警戒，完全进入了战斗状态。和他们瞬间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战斗素养相比，兰斯尼亚政府军简直就像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还有一大群人没从地上爬起来，个个表情呆傻，行为无措，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多诺万厉声喝道：张伯伦，让你的 CIA 特工和黑水公司立刻查明爆炸原因，我要在最短时间里知道幕后真相。古伊萨躺在地上，双腿尽废。在爆炸的那一瞬间，他愣了愣，随后不甘心地吼道：不，那些钻石矿山是我的，是我的，你们答应给我的，为什么要毁了它？为什么？岳冰凌反应极快，他挣脱了苏无忌的怀抱，
往前跨了一大步，一把揪起了古伊萨的领子，冷冷说道：“你口中的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听了这句话，古伊萨脸上却爆发出了扭曲的快意和近乎疯狂的狞笑，大喊道：“哈哈哈，晚了，都晚了！你们这群华夏人和米国人，以为把我赶下了台，就能控制兰斯尼亚？做梦！那些矿山是他们的，谁也拿不走。这次爆炸炸是他们最后的礼物，一起陪葬吧！哈哈哈！”他的眼中充满了毁灭的狂热，显然猜到了这次爆炸的真实内情。这时候，一名站在后方的兰斯尼亚政府高官，竟是从袖间拔出了一根细长的匕首，狠狠扎进了古伊萨的脖颈。砰！与此同时，岳冰凌的枪声响起。然而岳格格的枪声终究是晚了半秒钟。这个政府高官的动作极快，明显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在岳冰凌的子弹击中他胸口的瞬间，他手里的匕首也把古伊萨的脖颈穿透了。古伊萨的脖颈里射出了一道血箭，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许多，身体开始控制不住地抽搐了起来。也许如果古伊萨不喊出最后那几句无限接近于真相的话来，他也不会被杀掉。而这个时候，那个刺杀成功的政府高官也是砰然摔倒在地。他被岳冰凌一枪击中了胸口，脸色立刻变白，鲜血瞬间染红了胸前的衣物，可脸上的笑容却愈发狰狞与得意。你到底是谁？岳冰凌冷冷问道。他其实还是刻意地留了个活口，子弹虽然命中了对方的胸口，但是并未击中心脏。可是这个政府高官咧嘴一笑，嘴巴里却开始流出了一缕黑血。岳格格神情一凝，显然这是中毒的迹象。要么是这家伙在动手之前服了毒，要么他的嘴巴里本来就藏着一颗毒牙。你们不会如愿的，不仅是非洲，世界也终将是我们的，哈哈哈。这高官说着，笑容忽然凝固了，脑袋随之一歪，眼睛都没来得及闭上。岳冰凌伸手摸了一下他的颈动脉，冷冷说道：“中毒之后心跳骤停。”张伯伦已经冲到了这家伙的旁边，这位副局长的脸色前所未有的难看。中情局和陆军的一众精英在此，竟然还让这个家伙在眼皮子底下完成了刺杀，简直是奇耻大辱。多诺万将军沉声说道：“不能怪你们，所有人都被爆炸吸引了心神。”话虽如此，但这位华夏月小姐的反应速度已经超出了 CIA 的一众精英。远处的矿山区域烟尘还在弥漫着。苏无忌喊道：“老万，情况怎么样？”万灰尘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起：“烈焰大队全部安全撤离，塌陷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句话让苏无忌随之松了一口气。他回望着完全塌陷的阿德里安钻石矿山，说道：“真是可惜了。”他可惜的是，所有痕迹都被掩埋；可惜的是，努比亚文明留下来的宝藏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就算是把这一片山体全部挖开，也很难找到禁锢黑渊曾经存在过的证据了。想必那些有着精美石刻的通道，也可能已经在这场大爆炸之下化为齑粉。那一片壮观的地下湖都已经被无尽的废墟填满，而那还未来得及详细观看的地下宫殿，也将被彻底封存于岁月之中，日后再难相见。至于那个逼着自己打破力量壁垒的死变态，以及另外一位天东教廷的传奇主教，是不是也随着这爆炸一起消弭于人间，
便不得而知了。而月格格也说了一句：“可惜了呢。”他曾在这里和苏无忌做了一场旖旎的梦。烈焰大队返回了兰斯尼亚的首都，但并未集体休整，而是依旧处于化整为零的状态。毕竟这一片大陆上空的疑云还未完全消散，幕后的黑手能炸了钻石矿山，说不定就敢炸毁华夏大使馆。而这时候，一个好消息已经传来。苏无忌从禁锢黑渊救出来的14名重伤的军官，此时不仅没有一人生命垂危，反而已经陆续醒来了7个了。这个消息让人无比振奋。果然，那位范斯主教说的没错，当时这位老人讲过，这些华夏军官们已经不再需要黑渊提供的饭菜了，他们很快就要醒来。由于这些军官们的身体还比较虚弱，因此苏无忌并未前去打扰。关于坠机案，他的确是有着一肚子的问题，但事情已经进展到现在这一步了，想要弄清楚真相也不急于一时了。只是现在让苏无忌有一点不太理解的是，如果在坠机案中这14名军官全部重伤，那么算不算是禁锢黑渊救了他们？那么禁锢黑渊到底是不是这一场坠机案的幕后主导者？如果是，他们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救人？这个时候，海伦娜一直没有寻找到和苏无忌更进一步的机会。他和黑水行动组的一众组员并未返回兰斯尼亚的首都，而是继续留在阿德里安矿山周边。CIA 的副局长张伯伦亲自来到非洲，结果却当着他的面发生了这么离谱的事情，所有的痕迹都毁于这一场大爆炸，着实太打脸了。现在苏无忌正在华夏驻兰斯尼亚大使馆里，他已经冲完了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迷彩服。小庞，等这边的事情彻底搞定，咱们一定得去体验一下非洲的大澡堂。苏无忌说道。小庞，老板，你是想体验男澡堂还是女澡堂？苏无忌，有些事情想想就行了，不要说出来。而那位赤色巴尔的实际灵魂人物康尼就坐在苏无忌的对面。至于他的哥哥特默多也正在接受着治疗，同时行动组的特工们还在对他进行着审查。虽然烈焰大队看起来大获全胜，收获远超出发前的预计，但沙溢佣兵团并未被团灭，还有好几股小队在流窜。而沙溢佣兵团的团长伊文斯则是正躺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他的身体状态仍旧不佳，重伤让他长时间处于昏睡之中。这家伙知道的信息量肯定远超特摩多。苏无忌还在想办法撬开他的嘴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苏无忌问向康妮。这18岁的丫头也洗完了澡，穿着一身从大使馆里临时找来的背心短裤，衣服的布料又薄又少，健康又青春的曲线，使得这简单的衣服都极具吸引力。不过这妹子的心机深沉，演技又很高，苏无忌断然不会跟她交心。至于会不会逢场作戏的时候教点别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没有想法，都听你的。康妮的嘴巴轻轻一撅，不知道回想起什么，眼眶一下子红了，说道：没有你，我就死掉了。这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成年人的世界是多么的残酷，让康妮知道自己确实还是太嫩了。尤其是和面前这个妖孽一般的年轻男人一比，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自作聪明。苏无忌懒得看他这么楚楚可怜的模样，
他呵呵一笑，别在我面前装小绵羊，我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要不说实话，我现在就抽你。康妮的小脸一喜，立刻问道：真的吗？刚刚渲然欲泣的模样一下子消散无踪。你丫的神经病吧，老子要抽你耳光，你这么开心。北韩方面来人了。岳冰凌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坐下说道：对方指明要见你。岳格格也洗完了澡，那冰颜没有了尘埃的遮盖，变得更加动人，似乎玉骨冰肌这4个字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苏无忌说道：北韩我没必要见，让他们把人领走就完事了。在那个赤色巴尔的村庄里，苏无忌还解救了一名北韩特种部队的女教官。对方在这些年里受尽折磨，能坚持着活下来，都是全靠坚强意志力在支撑着了。是个美女。岳冰凌面无表情，也不知道他的这句话到底是不是试探。呵呵。苏无忌冷笑，义正言辞：什么样的美女能比得上我家的小玲玲？岳冰凌说道：我建议你还是见一见她。苏无忌：为什么？岳冰凌：是咱们的老熟人。在说到咱们这个词的时候，岳冰凌的面色不变，但是眼弧中却有着微微的波纹。他很喜欢这种自己与苏无忌有着共同交集的事情。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有点意思，咱们俩唯一认识的北韩人不就是那位金大小姐吗？岳冰凌点了点头：代表北韩来的就是金奥利。平心而论，在东洋期间，金奥利为了拉近和苏无忌的关系，在解救特工老邓的过程中表现还算不错，起码给岳冰凌留下了挺好的印象。苏无忌一把将岳冰凌从沙发上拉起来，说道：那女人在德弗兰西岛被我反坑了一把，我可不信她来到这里是真心实意的道谢。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个手下败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而为之，下一秒这拉手的动作便变成了十指相扣。岳冰凌却悄悄松开了手，俏脸微热，说道：公事。苏无忌笑了笑，却一把搂住了他的腰。那我偏要借着公事之机来调戏女上司，行不行？岳冰凌面无表情地把苏无忌的手拿开，但是微微发红的耳垂却已经暴露了他所有的心情。岳处长在心中悄然说道：在山体里的时候，你对女上司很放肆，那可不只是调戏了。小康妮被完全无视了，他在一旁看着此景，撅了撅嘴。苏无忌走到了隔壁的会议室，身穿制服的金奥利立刻站了起来。平心而论，他穿着这身黑色制服，配上那清绝的容颜，完全可以去那些一线的南韩女团里当个台柱子。苏无忌见状，呵呵一笑：米国人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金奥利抿了抿嘴，说道：对不起，我为上次的事情向您道歉。道歉可以，我得看到你们的诚意，再决定要不要接受你的歉意。苏无忌冷笑道：说实话，由于你自作聪明的举动，使得我对你们整个国家都没有什么好印象。天王大人，您找回了金任香教官，他是……金奥利说道：为了表达歉意和谢意，我会尽己所能的提供我们有地东西来取得您的原谅。苏无忌呵呵一笑：要取得我的谅解，不是看你们有什么，而是看我要什么。金奥利眼里的青光一闪，说道：天王大人，您要什么？苏无忌：我要的东西你身上就有。金奥利：请天王大人明示。岳冰凌这时候却走出去，把会议室的门关上了，将这偌大的房间留给他们两个人。
苏无忌看了看那张巨大的会议桌，目光又在金奥利的身上来回扫了2遍，道：我不喜欢你身上这身北韩制服脱了。在苏无忌的目光落到会议桌上的时候，金奥利便已经猜到他在想些什么了。这一张会议桌很宽大，似乎足够在上面打滚的，并排躺10个人都不成问题。金奥利迎着苏无忌那玩味的目光，声音平静说道：暗影天王大人，您是要我脱掉衣服然后躺到桌子上去吗？苏无忌双手插在口袋里，淡淡说道：既然要表现诚意，那么总得让我看到你的诚意在哪里。在德弗兰西岛上，金奥利本想祸水东引，把某些事情推到苏无忌的头上，却被对方将计就计，借刀杀人，直接让米国的太平洋舰队把商船上的所有人扣了。北韩方面为此付出了不少资源来交换，金奥利好不容易才脱身回国。按照常理来说，这个梁子本该继续结下去，并且越结越深，但苏无忌偏偏找回了失踪多年的金任香教官。由于此人在北边的身份极为敏感，极受某人的尊敬和爱戴，所以这才会有今天这么一场登门道歉。听了苏无忌的要求，金奥利竟是并未有任何迟疑，直接逐个解开了制服外套的扣子。他一边解扣一边说道：其实上次在德弗兰西岛的事情绝非我的本意，但……苏无忌呵呵一笑：但在北韩国内你说话也不算数是不是？是这样的，我在这个位置上的确是有很多的身不由己。金奥利深吸了一口气：请安影天王大人相信，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和您拉近关系。苏无忌说道：华夏有一句老话，江湖论技不论心，你既然做了，就得为此而承担后果，付出代价。说话间，他的目光直接落在了对方的制服胸前，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看左胸口的徽章。金奥利已经解开了自己的制服外套，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衫，纤腰被窄细的皮带收束，胸口的弧度应该能超过一大半的东亚女性，那流畅又健康的身材线条，放在南韩绝对是财阀们最喜欢的顶级水准。其实穿着这军方制服的金奥利很有性张力，某些领域的诱惑力极强，可苏无忌偏偏让他脱了。说话间，金奥利已经把自己的外套叠好，轻轻放在了旁边的椅子上。既然想拉近关系，就要开诚布公。苏无忌说道：你明明可以直接说自己是来自于北韩，可非要冒充月影神殿的人，还说自己的哥哥是那个神殿的亚洲区域负责人。我骗了您是我不好，金奥利说道，但我确实是有着月影神殿的身份，只是级别不太高。继续苏无忌的眼光下移，落在了对方的腰带之上，裤子也算制服。金奥利轻轻咬了一下嘴唇，随后缓缓地解开了腰带的金属扣。在这一刻，有一线纠结从他的眼睛里闪过，但也仅仅只是一线而已。弯腰脱下军装裤，金奥利在里面穿着的是一件灰色的紧身安全裤，裤长只是到了大腿上端而已，大腿很白，所有的线条和轮廓都清晰可见，青春少女的美好被尽皆展现。这种情况下，不露比露更撩人。他就这么站着，苏无忌就这么看着，沉默了足足1分钟。欺辱吗？他问道。金奥利说道，其实还好。苏无忌说道，你该穿着人民侦察局的制服来的，金奥利局长。听了这句话，金奥利的身体轻轻一颤。终于还是被您猜到了。他说道，
你这种隐藏大佬没必要对我那么卑躬屈膝。苏无忌冷笑着说道。要是认真论起来，我在华夏国内的地位可不及你呢。金傲丽说道。我哥哥让我来道歉。苏无忌问道。亲哥还是表哥？听到这问题，金傲丽迟疑了一下，说道。这不重要。苏无忌冷笑。你当初在德弗兰西岛把脏水往我的身上泼，也是你那位在北边身居高位的哥哥让你做的。金傲丽轻轻咬了一下嘴唇，没说话，但这表现似乎是默认了。苏无忌说道。衬衫。金傲丽迟疑了2秒钟，开始解开衬衫的扣子了。2个扣子解开之后，白皙的光已经出现在了苏无忌的眼睛里。修长的脖颈，精致的锁骨，以及一件完全遮挡了风光的白色紧身运动背心。苏无忌一抬手，指了指旁边的会议桌，说道。躺上去。好。金傲丽说着，便躺在了大会议桌上。木质的桌面有些凉，让他的肌肤上泛起了鸡皮疙瘩。苏无忌坐在他的旁边，伸出手来，轻轻捏住了金傲丽的下巴，后者的身体随之一紧。然而苏无忌的手缓缓下滑，划过了那天鹅颈，又点在了他锁骨的小窝里。随着这个动作，那娇柔的身躯明显紧绷了一下。我没有羞辱女人的癖好，但我又不想这么轻易的原谅你。苏无忌淡淡说道。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们的感谢对我来说不值一提。平心而论，金傲丽的曲线和轮廓接近完美，简直是天生的泳装圣体。如果要是穿上高开叉的比基尼，绝对是无敌了。苏无忌也是正常男人，他并不是特别相信自己的定力。虽然此刻捏着对方的锁骨，但眼神一直落在金傲丽的脸上，并没有多看其他的地方。金傲丽的呼吸并不平稳，频率也稍稍有些乱。他说道。这也是我会躺在这里的原因。都已经是侦察局的局长了，又何必非要这么做呢？苏无忌冷笑着说道。你们完全可以多派几个女特工上门的，说不定我就不会拒绝了。金傲丽说道。我也只是刚刚就任局长之位，满打满算才10个月。他的话停住了，因为苏无忌的手似乎又有了下滑的趋势。其实我的身份和暗影天王大人有点相似。金傲丽说道。我也是一直生活在暗中，是可以随时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牺牲的影子。的确，在北边，很少有人知道人民侦察局的历届神秘局长是谁。外界对于这个国家的最大特务头子有着诸多猜想，却很难猜到这个北韩对外情报机构的现任负责人，竟是这么一个青春靓丽的姑娘。不要奢求我会站在你的立场上，去理解你所谓的不容易。苏无忌语气微潮地说道。我懒得这么做，况且你也不配。我没有想表达这种意思。金傲丽说道。此刻他躺在会议桌中央，长发在身下散开，和白皙细腻的肌肤映衬在一起，极为动人。行，继续展现你的诚意吧。苏无忌说道。毫无疑问，今天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苏无忌就是要看看北边对于他的容忍底线在哪里。这底线越低，就越是证明金傲丽是个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工具人，也越是能说明那位被自己所解救的金润香，在北边国内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码在某些当权者的眼中是这样的。金傲丽听了，微微挺起腰来，双手交叉抓住了背心的下摆，就要往上掀起来。这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片平静，没有任何情绪。
这种平静和烈士们的视死如归不同，而是一种人生灰暗的寂灭感觉。那平坦细腻的小腹和精巧中透着俏皮的肚脐已经出现在了苏无忌的眼前。可就在金奥利要继续往上掀开背心的时候，苏无忌却按住了他的手。行了，可以了，他说道。可以了。金奥利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极为明显的诧异。他知道自己的身材对于异性来说拥有怎样的吸引力，自己的身上现在就只剩下2件衣服了。可这种时候，苏无忌居然还能保持这般冷静，生生刹停。或许他这根本就不是刹车，而是根本没想过要启动。从自己年少时期被家族长辈指明往特工方向培养开始，美人计就是金奥利的必修课。各种魅惑男人的技巧他全部都学过，并且要经过女性教官非常严格的考核才可以。这种学习和考核的过程简直要把人的尊严打碎。但是由于金奥利的能力极强，在各项任务中的表现太过于出色，即便不靠着家族背景和血缘关系，也能凭借战绩在人民侦察局中坐着火箭往上升，以至于花费大量精力所学过的美人计一直没有动用的机会。虽然未曾实战过，但如果真的开始实战，只要把那些所学用出3个之一，金奥利就已经足以成为这个领域的王者了。此刻，金奥利躺在会议桌上，虽然看似什么都没做，但实际上这种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是一种技巧。但在这样的自己面前，苏无忌无动于衷，甚至连动动手指占占便宜的行为都没有半点。你起来吧。苏无忌说着转过了身，看向了窗外。窗外是破败的兰斯尼亚首都，年久失修的民房，连绵成片呛人的尘沙沿路飞扬。谢谢。金奥利从会议桌上起身，光着脚站在了地上。他凝视着身前的年轻背影，眼眶已然变红，说道：谢谢你保全了我的自尊。苏无忌却说道：你是他的亲妹妹，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呢？金奥利稍稍迟疑了一下，眼光随后变得坚决了起来，说道：我们家族的所有人都可以随时为了祖国利益牺牲一切，国家信仰高于生命。苏无忌没搭理这句话，他知道金奥利只不过是在强行说服他自己而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感谢自己保全他的自尊了。为了国家，命都可以不要，付出身体和自尊，还纠结个屁啊！苏无忌的话锋陡然一转，问道：我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位神秘的歌者也是北边的人吧？金奥利犹豫了一下，才说道：您猜错了，是南边的。苏无忌笑了起来：那就有意思了，人民侦察局的神秘局长和南边的勾结这么深。